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编。今天我们来讲一位美国军人的案件，在离奇车祸的背后，究竟埋藏着怎样的秘密？真相好像就在眼前，但又似乎遥不可及。故事还得从美国德州的圣安东尼奥说起。2003年4月16号，像往常一样，当地10号洲际公路上依然是车水马龙。突然之间，一辆金色的福特水星轿车大角度撞向了中央的隔离带，被这辆汽车吓到了其他车主，连忙爆了几句粗口压惊。在撞到隔离带后，福特轿车并没有停下来，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那样。继续行驶数英里后，他在约翰斯路出口附近驶出了洲际公路，冲进了旁边的树丛，在撞到树木之后才停了下来。接到报警后的警员很快就赶了过来，他们认为这个司机要么是绕喝了酒，要么是心脏病发作。可在现场看到的一幕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干了这么多年巡警，如此奇怪的交通事故还是第一次见。驾驶轿车的司机是个中年男子，在发生事故之前就已经受了致命伤，上半身有个6英寸长的伤口，明显不是撞击引起的。更离奇的是，男子的手和脚都被绑着胶带，身上2个乳头被人离奇割掉，小指的指尖也被人切了下来。把现场信息传回局里后，警员获悉，肇事车主名字叫做菲利普苏，案发时54岁。是美军的一名上校，也是军队里的一名精神病医生，曾在某个空军基地的医疗中心任职。菲利普在空军工作了23年，当时计划在6个月之后就退休。而资料显示，菲利普不是普通的老兵，因为在役期间，他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还有荣誉，是军队里的知名人物。警方非常不解，如此奇怪的事情为何会发生在一个军医身上？为了弄清真相，他们找到了死者的家人。第一个就是死者的现任妻子特雷西。获悉丈夫去世的消息后，特雷西非常伤心。她表示，在今天早上5点半时，丈夫就离开了住所，说要去处理一些工作上的尾巴。在出发之前，丈夫还喝了自己例行准备的咖啡。两人还讨论了退役之后的生活计划。丈夫整个人的表现看不出有任何的异常。根据资料，菲利普和特雷西是在1988年的时候认识的，当时2个人都驻扎在同一个空军基地。1993年时，菲利普就和前妻南希离了婚，因为菲利普觉得和前妻生活在一起，自己过得很辛苦，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当被问及丈夫最近是否和别人发生过矛盾时，现任妻子特雷西就提到了丈夫的前妻南希。在离婚之前，前妻曾为菲利普购买了人寿保险，受益人是前妻。离婚之后，菲利普一直想取消这些保单，但始终未能成功。当时保险公司是这样解释的：这份保单是由你前妻购买的，没有她的同意，那就没法取消。就好像你朋友用手机帮你叫了一份外卖，要取消订单，也只能让你朋友取消。菲利普解释说，他非常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心前妻会通过各种手段让自己死于意外，从而获取100万美元的赔偿金。而根据现任妻子特雷西的说法，在1999年下半年时，丈夫就陆续开始收到了奇怪的信件。第一封信呢，是在1999年5月时收到的，写信人没有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信件的内容如下：请阅读这封信，因为你可能面临危险。我写这封信是因为我记得你是位非常善良的医生。对于你即将死于意外的事情，我不能坐视不管，我需要告诉你一些我知道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曾经与你前妻的现任丈夫一起工作，他跟我说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你前妻非常痛恨你，希望你死于意外，这样他就可以获得保险的理赔。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给你买人寿保险，但这是我朋友告诉我的。我朋友认为你前妻他们可能真的在策划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会伤害你，但请小心。
如果我听到更具体的信息，我会告诉你的。最后请注意安全。说白了就是写信人告诉菲利普，有人要杀你，你出门呢得小心一点。收到信件后，菲利普就把事情说给了现任妻子特蕾西听。他说自己非常担心，害怕自己真的会遭遇不测。在特蕾西的坚持下，两人就向上司反映了这件事情。但上司觉得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恶作剧，没必要放在心上。他还劝菲利普两个人吃好喝好，该干嘛干嘛，别整天一副世界末日要来临的模样。而在此之后不久，菲利普的个人物品总会莫名其妙的失踪。1996年6月中旬时，他就曾经报警。他说自己在图书馆里使用着笔记本电脑，中途离开去上洗手间，结果回来时就发现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菲利普非常着急，因为里面还保存着他的硕士论文的资料。而在3年后的1999年的7月某一天，去停车场取车的菲利普就发现自己的笔记本居然重新出现了。当时他就被放在车辆的引擎盖上，上面还有一张纸条，写着如果你敢报警，那你身边的人很可能都会死。而当菲利普启动电脑后，他就发现整个硬盘都被格式化，论文的资料也随之消失。忍无可忍的菲利普就找到了前妻南希，向他要说法。他认为一定是前妻在背后搞鬼，但是前妻对此一直否认。由于笔记本电脑被盗，导致菲利普的论文撰写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导师就建议他直接报警，寻求警方的帮助。可是菲利普却并不想这么做，因为他觉得这群吊儿郎当的警员根本就没有重视他的诉求。而到了1999年年底时，虽然菲利普最终完成了硕士论文，但从这里开始，事情就变得越发的奇怪。1年以后的2000年10月，菲利普就参加了航空医学考试。为了这场考试，他做了大量的准备，但考试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菲利普的成绩居然是0分，就好像他根本没有参加过考试一样。但是有几个人证实，菲利普当天确实参加了考试，他们还亲眼看到他交卷。而另外一点，这场考试的试题全部都是选择题，即使菲利普是乱选，那他至少也应该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根本不至于会考到0分，除非故意交了白卷。有人猜测，菲利普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空军高层的不满。恰逢他当时计划从空军退役，还打算脱离军队系统，在外面当个自由的精神病医生。虽然菲利普是个精神病医生，但是有点讽刺的是，在经历过这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之后，他本人似乎也有了精神病。从1999年6月开始，菲利普就开始变得非常焦虑，最后呢，直接患上了抑郁症。他开始服用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而到了年底时，虽然病情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他的恐惧呢，却没有因此而消失。菲利普还跟精神病医生说过，有一天自己开车上班时，突然出现了幻觉，然后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隔了很久才缓过神来。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一直到2003年4月，菲利普一直想用药物的手段来治疗自己的病情，但事与愿违的是，他的情绪越来越恐慌。在2003年4月11号时，菲利普就更新了自己的遗嘱，他把继承人从儿子改为了现任妻子，其中包括价值180万美元的保险。因为当时儿子正在跟儿媳妇闹别扭，菲利普就担心自己留给儿子的遗产会因为儿子的离婚官司损失一大半。而在4月16号早上，在最后一次跟医生见面了几天之后，菲利普就开车行驶在了德州的10号洲际公路上。在8点左右时，有2名司机就向警方报警，说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司机，总是在无规律的变道，影响其余车辆的正常行驶。而后来警方就证实，这辆车的司机正是菲利普。2名目击者还告诉警方，他们看到菲利普的车辆以每小时60到65英里的速度行驶，而且刹车灯从未亮过，不知道是坏了还是一直没有踩。在当天早上发生事故后，警方注意到
菲利普车辆行驶的方向和他上班的地方完全是相反的方向。在当天上午5点半到8点之间，菲利普究竟遇到了什么？他又究竟做了什么？对于我们外人来说，依然是个谜团。同事就报告说，那天早上没有看到菲利普来上班。根据第一批警员的说法，当他们抵达事故现场后，他们很快就确定菲利普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整个人的状况非常糟糕。在打开车门后，他们就看到死者的手腕还有脚踝被粘了很多胶带，身上的工作制服还被撕开，上面沾满了大小不一的血迹。而进一步检查时，还看到死者的2个乳头被人切除，胸部呢还有个6英寸长的垂直伤口，小指的指尖也不翼而飞。而在车内，警员找到了菲利普的手机，这是一部翻盖式的手机，而电信局的记录就显示，在当天早上，这个手机没有向外界打过电话。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手机的内部出现了血迹，这表明在事故发生之后的某个时候，手机曾被人打开过。也许这个人是菲利普，他想打电话求助；又也许这个人是幕后黑手，在残害菲利普后，他手上的血沾到了手机。妻子告诉警方，她记得在出事之前，丈夫的钱包里装有一些现金，还有一些证件，但当时警方在车里并没有找到钱包。相反，他们发现菲利普裤子上的口袋还被人剪开，出现了一个小开口，但是这个开口非常之小，钱包不可能会从这个口子里掉出来。这表明菲利普的钱包要么是被丢弃了，要么是被人偷走了。除了上面这些线索，在车内警方还找到了一些可疑物品，一把剃须刀、2把小刀、一个乳胶手套，以及一些医用注射器的针头。警员仔细观察了车内的小刀，发现它其实并不够锋利，很难造成菲利普身上的伤口。而在手套和其中一把小刀上，法医就发现了菲利普的 DNA。 而同时，车内和其他物品上并没有找到第三人的 DNA。 车内的乳胶手套也似乎从来没有被使用过。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得弄清楚一个关键问题，有没有可能是菲利普自己策划了这起事故？因为他此前就有严重的抑郁症，也是存在自残的可能。但是切除自己乳头、切除小指的指尖，以及把自己的四肢用胶带绑起来，这些事情仅凭一个人似乎很难做到。当地法医办公室的负责人迪马奥则认为，菲利普是死于自杀。他表示，如果菲利普当天真的遭遇到了绑架还有折磨，那为什么在他逃脱之后没有寻求帮助呢？当时在车上明明有手机，但菲利普一个求助电话都没打。在行驶路上，他还路过了3个医院，完全有条件去最近的医院求救，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这样做。基于种种证据，菲利普肯定是自杀，原因是精神病发作导致他做出了不正常的行为。在搜查了菲利普的个人物品后，警方判断至少在事发的1周前，他就没有继续吃药。法医发现，在菲利普体内有利多卡因，这是可卡因的一种衍生物，用来局部麻醉或者治疗心律失常，但不会导致服药者出现上瘾或者出现幻觉的症状。正是因为有麻醉作用，但又不会上瘾，所以利多卡因呢，就经常被用来制作止痛剂。他们认为，由于菲利普在医院工作，能够获取利多卡因注射剂，结合车内那包注射针头，会不会是菲利普自己给自己注射的药物呢？用来减轻切除乳头还有指尖带来的疼痛感。换句话说，是菲利普自导自演策划了这一切。他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伪造被害的假象，然后嫁祸给跟自己有矛盾的前妻。而这种假设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是法医接下来的发现却给事情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因为急救人员表示，他们在到达现场后，虽然看到了菲利普身上有大量的血迹，但是从手指上流出的血并不多，这表明他小指的指尖是在他去世之后才被人割下的。现任妻子特蕾西认为，丈夫不可能会自杀，因为丈夫案发时获得了研究生奖学金计划，正计划从军队退休，还打算自己开一家小诊所，这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在发生事故前不久，他们2个人还在郊外买了一栋新房子。无论在事业还是在婚姻家庭方面，
丈夫都是充满期待。特蕾西告诉警方，想到丈夫被切去了乳头，她就想到了丈夫前妻的职业。丈夫的前妻曾经是一位性治疗师，就是为一些性生活不和谐的夫妇提供一些物理还有心理上的帮助。那作为一名性治疗师，前妻就研究过性爱过程中的施虐还有受虐行为。那乳房作为夫妻生活的重要部位，她很难不怀疑丈夫的遇害和她的前妻没有关系。为了反驳当地法医办公室的结论，妻子特蕾西就花钱请了一位病理学家，他就是西里尔教授。这个西里尔非常出名，曾经经手过美国很多备受瞩目的案件，比如说肯尼迪总统遇刺案等等。在了解案情后，西里尔表示，我在这行混了这么多年，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但对于菲利普这么离奇的遭遇，我真的是第一次见。西里尔亲自对菲利普进行了尸检，他认为菲利普不可能死于自杀，因为在尸体上他找不到任何针孔注射的痕迹。至于说菲利普用利多凯因止痛，那更是扯淡，因为死者体内的这点浓度根本就达不到止痛还有麻醉的效果，而且胶带上也找不到菲利普本人的指纹，所以这绝对是一场谋杀。如果真的是谋杀，那幕后黑手又会是谁呢？有句话叫做谁获利最大，谁就最可疑。从保险的角度来说，如果菲利普去世，不管是意外还是自杀还是谋杀，他都能获得赔偿。前妻南希购买的人寿保险最高呢可以获得100万美元理赔，而现任妻子特蕾西她则可以获得180万美元的理赔。不过对比这两个人，警方还是觉得前妻南希的嫌疑更大一点，因为此前菲利普曾多次要求前妻取消这些保险合同，但是他的前妻一直不肯。按照保险公司的规则，在购买保险之后，如果中途取消保险，那是没有办法满额退回全部保金的。所以前妻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一直不同意退保呢？而且另外一边，警方也一直找不到证据能够证明是前妻策划了这件事情。而在事情发生5年之后的2008年，特蕾西就向法庭提起了诉讼，她起诉了丈夫的前妻南希。特蕾西认为是南希密谋杀害了自己的丈夫，要求他交出所有的保险赔偿金。除了前妻，特蕾西还起诉了另外2家涉事的保险公司。我丈夫多次向你们表示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多次要求你们取消前妻的保单，可是你们一直都没有取消。而在双方扯了几次皮之后，法院就最终判处特蕾西败诉。针对菲利普的死亡，每次记者想采访菲利普的前妻时，他都一直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也拒绝接受任何测谎实验，因为他认为在案发当天自己和现任丈夫在外地工作，而且有其他人证可以证明。而对于菲利普的死亡，美国军方呢曾经也做过调查，还发布了一份多达20多页的调查报告。他们的结论很简单，菲利普是死于自杀。2005年春天，菲利普就被安葬在了阿灵顿国家公墓，这是美国专门为军人设置的墓园，以此悼念为国家献出生命的美国军人。下葬当天，妻子特蕾西就在墓碑前放了一朵白玫瑰，然后平静地说道：我们一定会为你找到真相的。可直到今天，菲利普的死亡依然充满争议。他还上过美国著名的节目《未解之谜》，还有48小时这些采访节目，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但是因为年代久远等原因，这个案子在当年的很多资料也陆续被下架还有删除。但即使如此，菲利普留下的疑问还有争议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